对，就这样一直想，然后也懒得摁，然后也懒得摁。对。兄弟们，走！谁呀？兄弟们，走！哎，干嘛？你去打招呼，好可爱。我醒了。你想越狱啊？你俩关系太好了，分开的啊？你怎么事儿啊？站起来！哦呦，我这个眼睛也太丑了吧，肿得跟猪头一样。救命啊！怎么办？怎么办？这个东西能有办法消脸肿吗？我想说，我站在这，我照不到我的脸。天哪，这是没体验这是什么感受？对，什么东西啊？这是勒脸的。它是可以提拉脸松对弛跟弹的紧。早上起来。这个真的太好笑了，太好笑了。我不行，我不行。这个是什么？消肿的。对，消肿的，把脸提上去。如何让眼睛快速消肿？我感觉他也是那种自己能在家玩一天的。嗯，对。按摩它也是很有童心的。对，太肿了，太肿了，太肿了！眼睛怎么肿成这样？冷敷，冰块。去眼袋啊，按我这摩。眼睛我能不能消肿？真的，我这眼睛还是有点肿，咋办啊？我的眼睛真的好肿，救不回来了，救不回来了。接受它，它本来就是这样的。来了来了哈，马上到了，我先去换个衣服吧。你太帅喽！好帅！他穿啥？我感觉像超模。不是超模身材。走啦。嘿，兄弟，我还有15分钟才到，可能会晚一点，等我一下啊。到了吗？Oh my god！是你的神秘的兄弟。啊，王小敏。 Oh my god！怎么样？我今天是不是血色很好？也是运动员吗？浪姐的好朋友。还有一个歌手。他们挺好的，到上海来基本上我就到你家玩是吧？哦，久等了。没事儿，这个好可爱，跟你很配。真的。行吧待会儿留下来留给我。我怎么觉得你变矮了？你礼貌吗？哦，这好可爱。哎，你看这戒指还不错。哎呦，这好帅啊！ Hello， 老师好。Hello， 做手我给你工的地方们介绍一下，然后你们自己选一下喜欢的项目。好，我们先这边看一下，这边是今年比较火的烧玻璃的项目，就是那个玻璃灯宫。哎，这个好玩，这好玩。你不是喜欢花花草草吗？这个摆件一般都是烧就是植物类的。这个好可爱，这也好可爱。哦，可爱可爱，我们搞这个。我想做那个。啊，这个仙人掌也可以，比较简单。好，你要哪个？这个可爱。那我做个向日葵吧。向日葵是吧？好的。老师，你犹豫了那0.5秒是？是因为向日葵比仙人掌稍微难一点。那就对了，我的手工应该比你强一点。不要夸下海口。
女人别再玩火，好无聊的梗。玻璃棒很冷却的状态之下呢，进入到这个状态的时候，需要有一个预热的过程，就是慢慢的进入进来。夹住它，夹住它。哦，很正。你这个上手好快啊！你感觉不错哎。啊，手好巧。你的手也好稳啊，手工天赋拉满了。你已经可以独自完成了。老师，我也是手艺人。还真是。救命啊！它要歪了，它要歪了，它要歪了，怎么那么难看啊？我觉得我的已经失败了，叨叨。但是那个接头那没事儿，可以再重新烧一下。这才叫提供情绪价值。哎，好看好看，就有一点瑕疵，这个稍微有一点焦了。慢慢给抹除掉。老师，你做吧，完成。你做吧。好的，谢谢。哎呀，怎么这么精美呀？这就是工艺品，你天生就是一个做玻璃的料。但凡他要从事这一行，我可能都没饭吃。老师，那个女生不会是你女朋友吧？是的呀。我的恋爱经验还是比较稀缺的。你是相亲发生了什么事情吗？赵女士相亲记。那可以八卦吗？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我其实真的很好奇，你到底爽不爽？爽。他很喜欢运动。是个不错的相亲对象吗？但那个男生还挺好的，聊了挺多的。那你是满意他吗？挺好的，他就蛮有意思的，反正玩得很开心。你知道梁朝伟那种帅吗？就是那种矮帅的，你看天灵盖看那样，这不是光年吗？你靠近我会不会这样？一定会有那种一见钟情的火花吗？我觉得。别抖了，手真的在抖。没有，我只要是聊到这方面的问题，我有一点不知道该如何自处。你会想要跟他再次约会吗？对，我们有约啊，有约一起去看音乐节。结束啦！你还自己做了一片叶子啊，好美啊！我们拍个，我用手机拍一个，我想。啊！完了！被禁止画面。向日葵总是要凋谢的嘛。没关系，人生总是不圆满的嘛。好吧，但我很开心。有空可以再来做。那我们就谢谢老师们了。谢谢老师，拜拜。那咱走啊！真的不想再花时间做一个。我们回家吃饭吧。看来做了很久。天都黑了。到家。你有点心理准备啊。对，我的天啊，这么乱！这什么时候的花生米啊？
前2天有点日子了，我那个啥，我来收拾一下啊。哎，一塌糊涂。我来收拾一下啊。来了，开盲盒，因为我没吃过这一家的。哦，谢谢。饿死了吧？你平时就外卖比较多？天天吃外卖。年轻人都这样啊。对，一个人这个太麻烦了。这真好吃啊！对。人多他就请个阿姨来烧。哦，对，都一样。我们在家没有事啊，他说明天叫阿姨，我老婆说我去，他不要。不想让你们累嘛。这鼻炎齿实在是，我以前身体特别好，就是不会那么容易生病，而且工作很辛苦，睡一觉，第2天就都好了，对不对？但是感觉现在就动不动好像免疫力又低了。哎呦，以前小时候真的是理解不了为什么人家说什么过了多少岁就是一个坎什么的，深有体会，真的。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是个运动员，身体倍儿棒，力气大，吃得好，睡得香，但是现在我就发现，真的，我也会倒下，我竟然也会有晕倒的那一天。晕倒？我前2天在家晕倒。啊？你干啥？晕倒啊？啊，在家晕倒。还好，我是在工作的时候，我身边有人，就是他们至少就是那个时候我自己是没有办法走出家门的。我那一瞬间是真的挺害怕的，我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去哪个医院，急诊怎么挂，我为什么会这样？赵丽娜，请到急诊 CT。我就抓着我同事的手，然后就他们2个如果不扶着我，我就根本就走不出去。我就一直告诉我自己不能睡，因为好像电视里是这么说的，睡了就醒不过来了。然后我就说，我家里的密码是多少多少多少，我手机的解锁密码是多少多少。我说万一遇到什么事情，你要给我记得啊。我人生中第一次理解到惶恐这个词，就我以前从来没有觉得，就是我自己一个人是有什么东西是不行的。我会觉得自己一个人能把自己照顾好，哪怕就天天吃外卖也是可以的。但是我突然间就发现，你万一有一天真的身体不好了，你在家里晕倒了，或者是都没人知道，对，或者是你真的下不了床的时候，能有人给你端口水、做个饭。你晕倒，爸妈知道吗？报喜不报忧，不敢说吧？主要是我爸妈年纪都大了，然后我爸有癌症啊。然后妈妈的话，她在20年前摘掉了胰液肺。我觉得这种惶恐不能让他们也跟我一起感受，他们会急死的。你要么治好了跟他说，要么跟他说知道怎么治了跟他说。是的，跟我一样，我也不会，他会急死的。对。他刚才晕过去对不啦？我还不知道。因为我女儿，我知道她就是血色素低。小的时候，在这个踢球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就知道的。她因为人长得太快，营养跟不上。那么又这样不吃那样不吃。所以刚才你是从片子中知道是前2天刚晕倒。对，不知道呀。他报喜不报忧呀？你妈妈会每年都体检吗？会。哇，那很好。你爸妈不愿意啊？至少我爸就会觉得我给他安排的那种体检的地方都太贵了，而且我爸是那种斩钉截铁的说我不去。我没病，对我身体好。可是我爸有病啊，他这样他都不肯去，就好像我感觉他现在已经有点害怕去看。他们其实不是害怕体检这件事情，而是害怕自己结果出来，害怕得知一些消息。对。哎呀，
怎么了？突然，这么感慨的笑了。就是一提到生病这个话题，我就负能量比较重。我这次回家，今年回家过年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就是我妈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关火、带手机、关煤气。然后我瞬间我就很心酸，你知道吗？他是提醒他自己。Yes。我一直觉得他身体挺好的。我没想到，原来我妈已经到了要写纸条贴在门口，提醒自己不要忘东西、不要关火的这样的一个年纪，就是很心酸。但是呢，我又不敢在她面前表现出来，我怕她自己又难受，你知道吗？就是，哎呦，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她哪怕忘了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最不残忍的了。至少你能知道她在哪，对，安全了。所以就是我妈呢，我会还是想说定期就是偶尔关心一下她在干嘛啊什么的。她现在也自己找了很多事情做，每天就是去小区种菜啊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这还挺好的。就她实际事情越多，她会脑子转得越快，就感觉不会那么容易提前进入。对，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我真的都想从现在开始就是梦想就是去开一个养老院，就是服务于我跟我的闺蜜们。对，想想就美。然后老了之后一起吃食堂。真的，我真的认真思考过这件事情。可以，你要开起来了，给我留个床位呗。必须的。就如果养老院是标间，我们俩住一间，可以吧？你就喜欢把东西全部弄乱。对，我拿出来的东西，我永远不可能再把它放进去，我就会随手丢在沙发上。对。那我跟你在一起住的话，我就会跟在你屁股后面帮你收东西。收拾吗？会呀。真的吗？会呀。一边收拾一边骂我。会呀。赵丽娜，你再给我愣丢了。照顾好自己哦。你也是。陈皮记得泡茶后。谢谢你宝。拜拜。拜拜。